2024年8月17日晚上，在加利福尼亚州兰开斯特和棕榈谷附近的居民报告说，在天空中看到了多达6个不明飞行物。这里呢，靠近美国第2大空军基地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这个地方一直以来都是高级航空航天测试和众多不明飞行物目击的中心。之后8月20日，80岁高龄的前美国总统高参 Harold Milgrom 在他自己的 X 官方账号发文称，60多年前自己曾经获得参与最高级别的工作，这其中就包括领导国防部在核武器和反导弹防御系统方面的工作。那在工作中呢，中央情报局的 Richard Bissell 向他非正式地介绍了一些异世界技术，但要求 Harold 发誓对信息保密。Harold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布这样一条信息呢？是为他的女儿伯克引流，还是为了 Luis Elizondo 的新书宣传呢？大家好，我是 Scott， 今天就从 Harold 这条云里雾里的推文开始，说一说永远被官方否定的 UFO 事件。That's not LNS though, is it? It's not. That is LNS, dude. Well, if there's look at that thing. It's rotating. Harold Milgrom 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外交政策顾问和国际关系专家。他毕业于耶鲁大学，后来又在牛津大学深造，专攻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领域。他在1962年的时候受邀加入当时的肯尼迪政府，担任国防部长办公室顾问，并加入了五角大楼武器系统评估小组参谋长联席会议。而后，他又成为美国贸易代表以及国际经济政策特别顾问。直到1975年，因为家庭的原因，他从当时的岗位辞职。Harold 在白宫工作了13年，经历了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和福特先后4任美国总统，而这一时期也是美苏冷战从紧张对抗到趋向缓和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这个 Harold 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尤其是在涉及苏联、中东和欧洲的事务上，他参与了许多国防领域的高级别机密政策的讨论制定。1962年10月，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引发了美苏之间高度紧张的对峙，险些导致核战争的爆发。那在危机中 ，Harold 临危受命，曾参与和苏联进行的外交谈判与政策制定。最终，苏联同意撤回导弹，美国则承诺不入侵古巴，并且秘密同意撤出部署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1960年代中期，美苏双方核武器数量和威力的增加 ，Harold 提出了确保相互毁灭战略，以确保一旦爆发核战争，双方都有足够的核武器进行2次打击。在这个基础之上，美国继续开发和部署了3位一体的核力量，包括核潜艇、洲际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 B-52、民兵系列洲际弹道导弹等等。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推文一发布，就引起了网友们的高度关注。Harold 曾经的工作接触的信息都是最高级别的国家机密，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也没有必要出来说一些瞎编乱造的内容。并且 Harold 的女儿 Pippa 也算是继承了他的衣钵，现在呢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政策顾问。他担任过美国总统布什的特别助理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经济顾问。这一次 Harold 也在回复网友的时候提到，他开始活跃在社交媒体，分享相关的信息呢，也是受到了女儿的影响和鼓励才做出的决定。在去年美国 UAP 听证会举行以后， Pippa 也在自己的播客上撰写了有关评论文章。在这篇博文中，他提到了听证会上前美国军事官员 David Grush 的发言。David 曾在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国家侦察办公室工作，工作期间他参与了2000多个秘密 UAP 项目。在听证会上， David 发表了极具争议性和震撼力的言论。他声称，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隐瞒与 UAP 相关的信息，并且拥有非人类起源的飞行器。这些飞行器不仅仅是坠毁的 UAP 残骸，还包括了完整的飞行器。据说，这些信息都来自于与他合作过的政府官员和高级情报人员。David 说，这些异世界技术被政府故意隐瞒，甚至阻碍了对这些事件的调查。他也对自己公开这些信息可能带来的风险表示担忧。Pippa 在自己的博文中肯定了 David 发言内容的真实性，他认为这些内容与他所了解到的信息是一致的，而他的信息来源则是他自己工作10几年来与参加过 UAP 相关计划的官员的交谈。随后 Pippa 在另外一篇博文中
分析了为什么当记者提出试探性问题时，都几乎得不到答案的原因。他说呢，之所以采访的时候得不到信息，是因为被提问的对象并没有读取高级别信息的权限，也就是说 UAP 相关问题的保密等级比公众想象的要高。所以呢，也有网友认为 Harrod 的推文一定程度是对 Pipa 博文内容的侧面印证。说到这儿，就有朋友提出了质疑， Harrod 作为经济政策顾问，应该也没有获得阅读 UAP 信息的权限呀。在之后的条文中， Harrod 就回应了网友们提出的质疑。他说自己从来没有直接参与过 UAP 调查的工作，所有的信息都是由 Bissell 介绍给他的。而之所以 Bissell 要跟他介绍相关的内容，是 Bissell 认为在 Harrod 跟领导人或其他人的工作及会议中有可能会出现相关的内容，所以他需要预先知道这一点。 Harrod 还说，美国火箭科学家 Lawrence Guys 曾在1963年的一次谈话中跟他提到了关于 UAP 的逆向工程研究。 Lawrence 其实是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的祖父，曾经参与组建美国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大概由于他的工作涉及很多高级别国家机密，所以在网络上几乎找不到什么具体的信息。在上世纪60年代， Lawrence 先后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他与 Harrod 在白宫的工作内容有很多交集，所以他们的谈话在那一时间也是自然而然一定会发生的。说到这儿，我们注意到所有的时间线都指向了60年代。在 Harrod 的第一条贴文里也是说60多年前自己从 Bissell 那里听到了关于异世界科技的简报。那究竟60年代有什么特别，会让美国集中设立了多个高级别科研开发机构，并进行了一系列先进军事武器的研发制造项目呢？从二战结束后到1970年代这一时间段，随着美苏冷战的全面展开，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美国为了应对前苏联的威胁，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从太空探索到情报收集，从核武器开发到高科技防御系统的方方面面，美国均有涉及。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为了不被落后，美国加速了自己的航天计划。1958年，美国先后成立了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和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目的是确保美国在科技领域不被超越，同时应对苏联在太空竞赛中的领先地位。当然，这两大部门也不负众望，主导完成了一系列改变世界的重大项目。在60年代末， DARPA 开发的第一个分组交换网络 ARPANET 是互联网的前身。1964年，DARPA 主导并且开发了过顶导航卫星 Transit 系统，为美国海军的潜艇提供精确的定位信息。而这一系统之后逐渐演变为我们现在熟知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1970年代中期， DARPA 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研究发展了隐形技术，也成就了 F-117夜鹰隐形战斗机的问世。而大名鼎鼎的美国国家航天局 NASA 就更加功成名就了。1958年到1963年间， NASA 通过水星计划第一次成功把美国宇航员送入地球轨道。1961到1966年间， NASA 开展了双子座计划，旨在开发太空行走、对接和长期飞行的技术。而之后的阿波罗计划也成功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登月。除了 NASA 和 DARPA 之外，美国在1961年秘密成立了国家侦察办公室，主要负责设计、建造和操作美国的间谍卫星，用于情报收集和国家安全。这其中就包括用于收集苏联军事设施图像情报的第一代美国间谍卫星 KH-4 Corona 卫星。而这一部门一直都在秘密进行工作的，直到1992年才被公开。还有我们所熟知的中央情报局 CIA 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高空侦察机合作开发项目。开发项目中就包括1954年开始的 U2 侦察机项目。为了收集苏联核设施和导弹基地的情报， U2 侦察机的设计飞行高度远超传统战斗机和防空武器的射程上。1962年，在 U2 侦察机的基础之上，洛克希德公司又开发了 A-12 高空侦察机，飞行速度达到 3.2 马赫，飞行高度超过85000英尺。这两款侦察机由于其高度先进的技术远超同时代的其他国家，不禁让人怀疑这与异世界科技有直接的关系。然而更巧合的是，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的 UFO 目击报告和外星人接触事件。仅在1947年就接连发生了阿诺德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和罗斯威尔事件。起初呢，这些事件并没有引起太多官方的注意，
但是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恐慌。由于二战刚刚结束不久，民众才走出战争的阴影，而战争期间的各种阴谋论也没有完全散去。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报告越来越多，在40年代末，美国兴起了一阵飞碟狂潮。为了安抚民众，获得与 UFO 的相关信息，在1947年，美国空军成立了信号计划。1949年，信号计划改名为怨恨计划。紧接着，在1952年，蓝皮书计划也开始实施。在蓝皮书计划执行的过程中，又发生了2次更加离奇的外星人接触事件，这其中就包括了发生在1957年的巴西农民外星人接触事件和1961年的希尔夫妇绑架事件。截止到1969年蓝皮书计划终止时，已经累计研究了12600件左右的 UFO 目击事件。最终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其中12000件可以用已知现象来解释，如飞机、高空气球、流星、人造卫星、反光、照明弹、云层等现象，而剩下的585件报告则无法用现有的科学现象做说明。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巧合，还是在刻意隐瞒，几乎所有关于 UFO 的官方调查最终都是否定 UFO 的存在。但当时受邀全程参与3个计划的美国天文学家约瑟夫·海尼克却在蓝皮书项目解散后公开表示自己相信不明飞行物的存在。这样看来，Hara最近发布的推文也好像是对异世界技术存在的一种印证。否则，为什么 Bezos 专门要让他去了解一些相关的内容呢？事实上，作为白宫高参，在 Hara 的工作当中，应该会接触到大量的机密文件，并且与大量军方人员和高级别机密项目的参与者有接触。但为什么偏偏是 Bezos 会跟他说了异世界科技的内容呢？其实如果常常关注美国外星黑科技相关话题的话，这个人一定不陌生。Richard Bezos 是中央情报局 CIA 的高级官员，负责一些最具机密性的行动，包括策划和执行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总统哈克沃·阿本斯的行动，以及1961年臭名昭著的猪湾入侵行动。而他参与的最出名的工作是 U2 间谍飞机项目，并且是主要负责人。在这项过程中，他们选定了51区作为测试地点，并且 Bezos 全程参与监督了研发、制造、测试等一系列过程。除此之外，在担任 CIA 计划副主任期间，他还监督了洛克希德 A-12高空侦察机的开发工作，并在 Corona 战略侦察卫星计划的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61年4月，Bezos 负责策划领导的猪湾入侵行动失败。这次行动本来是试图推翻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但最终并未成功，反而还导致了对美国国际声誉的严重损害。因此，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非常不满，并对 CIA 的信任也受到了影响。这也导致 CIA 内部对 Bezos 颇有微词，最终使得他在1962年辞职，离开了 CIA。随后，1962年到1964年间，Bezos 担任了国防分析研究所 IDA 的主席。Hara 被邀请加入，担任经济集团负责人，与中央情报局的 Richard Bezos 有密切的工作关系，特别是在冷战期间，两人都在美国政府中担任关键角色。Bezos 的工作涉及到广泛的情报活动和秘密行动，而 Hara 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更高层次的战略和政策制定上。Hara 将情报信息转化为政策建议，特别是在涉及核武器和导弹防御的领域，利用 Bezos 收集到的情报数据来制定更有效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在 Hara 参与的核武器和导弹防御工作中，他与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以及洛克希德马丁、波音等主要国防承包商合作，确保美国在冷战中不断取得战略优势。而之前咱们提到的贝佐斯祖父参与创立的国防高级研究项目局，就是从 IDA 的一个高级研究项目部门更名而来的。从1964年开始，Bezos 加入了美国联合飞行器公司，这也是当时美国非常重要的飞行器和武器系统的生产企业。不难看出，在60年代，如果说 Hara 必须要了解一些异世界技术的相关内容， Bezos 应该是简报的最佳人选了。毕竟，大多数被广泛认为是逆向工程、外星技术和外太空科技有关的项目，他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再加上他跟 CIA、51区、洛克希德抽油工厂的交集，这无疑证明了 Hara 发文的真实性。而洛克希德抽油工厂所在的美国42厂和爱德华空军基地附近，一直也是 UFO 目击事件的高发地点。
从60年代到现在一直时有发生。这里汇集了美国最顶尖的航天器研发部门，还有空军最高机密的军事项目，具有最高级别的保密性。虽说民众看到的许多可疑不明飞行物，实际上可能是秘密测试中的飞行器，因此官方也不能直接辟谣说不是 UFO， 而是我们正在测试的新设备。这等于变相承认了秘密飞行器的存在。在这种真真假假的氛围中，导致了民众对秘密项目的兴趣格外浓烈，猜测和传言大量出现。那分析到这儿，我感觉自己已经对 Hera 在2024年8月20号的发文内容相信了90%了，还剩那10%，是因为之后还有网友在质疑，是不是他在给路易斯·艾利总统的新书做宣传呢？确实，由于 Hera 这个发文的时间也太巧了，在2024年8月20号这一天，正好是路易斯·艾利总统备受期待的新书发布了。虽然 Hera 之后回复网友说，极力澄清他跟路易斯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路易斯的主要工作是 UAP 的研究，而他自己呢，从来没有参与过 UAP 的相关工作。但是，路易斯新书的主要内容又恰恰是揭露了许多关于美国政府 UFO 调查的关键细节和内幕，深入探讨了他在美国 UFO 调查项目中的经历和发现。作为前情报官员和先进航空威胁识别计划的负责人，路易斯在书中揭示了五角大楼如何处理 UFO 目击报告和调查的惊人细节，并且他在书中表示，美国政府是拥有非人类智能制造的先进技术。路易斯·艾利总统是前美国陆军反情报特工，因为参与美国政府对不明飞行物或不明空中现象的调查而广为人知。他先是在美国陆军服役多年，期间担任过各种反情报和特种作战任务。之后，他最为人耳熟的是担任先进航空航天威胁识别计划，也就是 AATIP 的负责人。这是一个由美国国防部主导的秘密项目，主要负责调查 UAP 报告。这个项目从2007年一直运作到2012年左右。在此之后，路易斯仍然继续致力于相关的工作。2017年，路易斯因为不满美国政府对待 UAP 相关问题的态度，从国防部辞职。在离职后呢，他公开了有关 AATIP 的信息，迅速引发了公众和媒体对 UFO 的关注度和兴趣。他还加入了 Tom DeLonge 的通向星星学院，而这个组织致力于研究 UAP 和其他未解现象。路易斯认为，尽管有大量证据，但美国国防部经常阻碍对 UFO 信息的调查和公开。政府的这种犹豫不决，主要源于无法对这些不明飞行物的潜在威胁提供解答或者是解决方案。他强烈呼吁政府在 UFO 问题上保持透明，公众有权了解这些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空中现象，并且政府不应该因为恐惧或尴尬而隐瞒信息。确实，感觉无论路易斯和 Hera 到底有没有关系，其实并不重要。而他们这一波互动，确实也是很好的营销了这本刚刚发布的新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直以来，美国官方都在极力否认民众报告的 UFO 是来自外太空的未知访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又不停地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调查研究。我们知道的很多呼吁政府公开真实信息，并认为美国政府掌握一些异世界科技的人，他们又都曾或多或少地参与过政府的调查研究项目，比如刚出新书的路易斯，前美国国防部情报官员 David Grush， 还有公开反对蓝皮书计划的美国天文学家海尼克。这不禁让人们对地外文明和异世界科技的存在深信不疑，有种欲盖弥彰，此地无银300两的感觉。